能见到无双剑侠，洛某有幸。前辈也知道无双剑侠，据说我天生就是剑胚，也有人说以剑论道。好嘞。 12柄飞剑，无双城100年颓唐，终于出了一名剑仙。前辈过奖了，去。飞剑术确实是一门绝妙剑术，但作为一名剑客，若手中没有真正握住一柄剑，终究还是会差了几分火候。你若将你师傅的断水剑借来，或许能坚持得更久些。握在手里的剑，我也是有的。 大明朱雀，他这是做什么？大明朱雀分了12柄飞剑，都是鬼剑师打造的，需要以血喂养，所以大明朱雀还有另外一个名字——魔剑。果然是把好剑。杀了这个无双，我要这把剑。糟了！ 无双没能控制住大明朱雀，反而被剑给控制了。我无双，怎么可能被柄剑控制？骆先生，如何？好剑，值得我出剑。你们看骆信阳，这是国殇剑。为什么我看他出剑有些难过？国殇之剑，凄凉剑之最。骆清阳最强剑法。何谓国殇？战场之上，无勇而死者，照例不能炼以棺柩。 葬入墓狱，也都是被称为伤的无主之鬼。你们知道骆清阳为什么会选择木梁城吗？昔日的木梁城作为西面雄关，曾有10万大军服侍此地。他们的国家打了败仗，仓皇离去，只剩下那些战死的将士们曝尸荒野，无人收敛。直到100年之后，化为尘土，此之伤变为国殇。 和之凄凉，能抵国之凄凉。这便是传说中的剑士吗？那我便斩九歌，破凄凉。无双城有你这样的弟子，是他们的荣幸。前辈之剑不似人间之剑，晚辈大开眼界。他们俩这是战平了。终究还是败了。你若再修炼10年，或许你手中之剑真的可以胜过我。可惜了，今日便要死在这里。骆清阳要杀他。他居然这么快就上来。
够了，杀了他！无极棍，我原本以为洛城主能有这样的修为，定是气宇不凡之人。可适才面对这样的良才美玉，洛城主又为何要赶尽杀绝呢？我自有我的理由。可今天这个人，你杀不了。二哥，带无双走。多谢。我应该谢谢你们。走吧。你就是萧楚河。我听说3日之后，你要带走一人，并且再杀一人。你要杀的人可是我呢？正是你。但不应当是今日。我给了3日时间问剑天启，你拿的是棍，没有资格参战。那我呢？新剑，你是李新月的后人。雪月城雪月剑仙李寒一，雷家堡雷门双子雷轰门下弟子，剑心种新剑传人雷无节前来问剑。你个傻子，你不会觉得前面称号越长越厉害吧？好。哎，等等，等什么？前辈已经接连战了2场，并且2位对手实力都不凡。前辈虽然现在看上去并无大碍，但我相信体力一定与一开始有所不同了。我无妨。别说了，前辈有心让我，但我却不能接受。我辈剑士人人心诚，岂能愧对于手中之剑？刚才前辈不是说要在天启城多待几日吗？那么3日之后，等前辈休息好了，我们再来此地问剑。我前辈，告辞，3日后见。走，快点儿！来，雷无极，你疯了！你怎么可能打得过他？雷兄啊，你看上去单纯懵懂，其实还是挺聪明的。怎么说？刚经历了2场精彩对决，顾剑仙的神采在众多剑士中堪比神人。可当气势正旺，顾剑仙想要求剑却无人问答，雷无节却冲了出来，一顿插科打诨，还立下了3日之约，把气氛扫得干干净净。顾剑仙想要营造的高手求败的感觉，就荡然无存了。还是叶姑娘懂我。那3日之后怎么办？雷无节，你又该怎么办？今天上场的这3个人，我一个都打不过，尤其是那个顾剑仙陆清扬，差距很大。你还知道？但是他一剑斩了永安王的牌匾，这是在示威啊！不管我们去不去挑战他，他都会上门。与其让他主动找茬，还不如我们先挑战，至少这样还能什么？还能出个名吧。哼，你可真是个妙人啊！无妨，没什么大碍，好好休息一下就行了。多谢先生。谢谢先生。小无双，小无双，这些都是我从萧瑟的药房里带来最上好的补品。你也知道，他这个人小气得很，搞到这些可不容易了呢。你是来求教的，废话少说，直接问。你是想问洛清扬的剑？哎，是的，这正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你说我也不可能把剑法现在练得比他还强，但是我要从他的剑术里面找找弱点，就能从弱点出发，出奇制胜，一招制敌。好，你问。哎，那我就问问你啊，他这最后一剑是从什么地方攻过来的？4面8方。好，那个时候，他的剑气何处最盛，何处最弱？无处不在。那这就没法聊了呀！这的确是这种感觉。
跟洛清扬对剑和其他人对剑不一样。我们站在那片空地上，我却感觉我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。那个地方是属于洛清扬的，不对，是属于洛清扬的9歌剑法。风是凄凉的，四处是苍茫的，我耳边隐隐有一个人在唱歌，而我有一瞬间很想哭。这便是剑仙所谓的剑势啊！他一剑便能画出一方天地，在那天地之中，他就是主宰。那就没有办法能破剑仙的剑势了吗？每个剑仙都有自己的剑势，这就相当于一个小世界。你要想打破这个小世界，便不能顺其剑意而为，而是要反其道而行之。孤剑仙的剑势就是有那股凄凉之气。我明白了。孺子可教，竟聪慧至此。什么方法？我骂死他！这凄凉之剑，重在剑势。国殇剑一出，四面悲风，这是壮士高歌之时。此时气氛一到，我暴起怒喝：“呆！洛清扬，你这个老匹夫！你说你这个老匹夫没事来天启城瞎晃悠干什么？天启城发生的事与你何干啊？你早不来晚不来，非得现在才来，你还问见天启？天启城同意了吗？你把那牌匾也打坏了，你知道那牌匾有多贵吗？你给我滚吧你！”先生，你说我这么一骂，他还凄不凄凉的起来？凄不凄凉的起来？其实雷兄说的这番话，我觉得也是有一些道理的。谢先生，你不用顾虑这个傻瓜的情绪，有话直说吧。我不是安慰他，如果真的按照雷兄这么说去做的话，那么那股凄凉的剑势，的确是容易被挫败。当然了，骂归骂，骂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，也不可能骂人就能骂成剑仙出来，对不对？哦，对了，你们家的剑心诀讲究的就是垂养剑心。若是你能够闭关2日，以纯粹的剑心修其一剑，也是有一线机会的。先生说的对，我也正有所考虑。那我们先行告辞了，3日之后还请先生前来观剑。萧瑟，你说我给我那套剑法取个名字就叫骂剑诀怎么样？骂着骂着就把剑仙给赢了，是不是很霸气啊？但是我觉得我骂的也还不够霸气。你文字好，帮我想想吧。你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对手吗？他可是冠绝榜上第1名的剑客，不输百里东军的绝世高手。所以我需要2日专心养剑嘛。哦，对了，萧瑟，我昨天只跟他说了3日之后见，却没说什么时间。算了，那我就干脆后天傍晚再来，这样多给我时间养剑。你听懂我说的话了吗？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没疯，我有我的剑，也有我的骄傲，我去学养剑心去了。这次看我一剑成名。去吧。走这儿。他要入剑心。不错，当年新月姑姑便曾养剑7日，最后1人1剑杀入法场。那他这样对抗洛清扬，有几分胜算？1分。比我想的还好些。都不到。你能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了？萧瑟，你应当劝劝雷无节。昨日无双差点死在孤剑仙的手下，他若知道你们的关系，想必要下手的更重一些。雷无节好歹也是雪月剑仙的弟弟，5大剑仙情谊深浅各有不同，但总归还有些惺惺相惜。就冲这一点，洛清扬应该不会对他下死手。这个傻小子，明知道要吃苦头了。或许这一战对他有益吧。若依姐姐，洛清扬再强，也不过只是一个人，更何况在这天启城中，要杀萧瑟，真的这般简单吗？萧瑟不希望别人因为他而受到伤害。洛清扬是来找他的，
那他应该负起这场战役的责任，这是他从小到大的选择。但我们也可以有我们自己的选择吧。阿姨，你怎么突然从剑仙冢回来了，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呢？我怎么睡着了？你怎么突然反问我了呢？现在天气转凉了，当心染了风寒。哦，怎么样啊？在剑心冢那边，功力恢复的如何呀？已经恢复30%了，不必担心。剑心冢的消息太少了，我实在有些担心，就想回雪月城待一阵子。梦见他了？此刻若有他在的话，或许天启城的事情会变得简单一些。毕竟是我们雪月城的女婿了，应该替我们去打洛清扬。我听说，洛霞她走了。骆明轩突然对师傅表达了那种情谊，他这个当师傅的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解决，所以他就选择了一跑了之。那骆明轩呢？也追着他一跑了之了。总会追到的。这师徒相恋在江湖中虽然也曾出现过，但毕竟还是很难被人接受的。爱情中总需要一方先勇敢一些，只要有一方愿意勇敢，那他们的感情总会走到一起的。他就是那个比我还要勇敢的人。你说的那个他，是指骆明轩，还是赵玉珍？可如果当时勇敢的那个人是我，现在会不会结局就不一样？阿姨呀，都是过去的事情，就不要再提了。天启那边怎么样了？这次我们不能去助他们战洛清扬，那他们该怎么办？我相信小瑟，他从蓬莱岛回来之后，我跟他聊过一次，他说他有一步棋，这步棋一定是洛清扬都没有想到的。萧瑟，军报，方才有军报传回天启了。什么军报把你慌成这样？男爵进犯我朝边境，1日之内已经攻下了我们3座城池。什么？偏偏在这个时候。是，偏偏他就是在这个时候。现在城中有孤剑仙问剑天启，边境又有男爵来犯，这一切又是萧雨的阴谋。嗨，别管是什么阴谋，我已命琅琊军全军戒备，准备连夜赶往边境御敌。想不到，前不久还兵指天启的琅琊军，现在又要替北离镇守国门，军中老将应该有所怨言吧？怨言嘛，总归是要有的。可既然肩甲上画着狼牙，就要肩负起我们狼牙的意志。哎，这几日我虽住在城外军营中，但那个什么孤剑仙的事儿，我听说了。你不必担心我，我自有解决办法。你有信心？我听说那个怒剑仙和什么无双城城主都已经败下阵来了。对，所以我打算去青天剑，让老天师为我开天剑阁。你要去求剑？不错。世人皆以为我是姬若风的弟子，传习他一手无极棍，就以为我的武功是棍法，但其实我的剑术凌驾于棍法之上。可即便是当年副帅，也没有办法突破那座剑阁呀。总得有人去试试。你来守国门，我来定天启。你要开天剑阁？对，麻烦国师了。
今日为何你那位雷小兄弟没有来啊？若是到了关键时刻，得有人替你护法才行啊。国师不愿替我护法吗？实在惭愧，自打海上仙山一战，老朽便受了重创。原来如此。我来。你怎么来了？国师，他入天剑阁，我来为他护法。好。怎么，前几日才说答应我一块儿，现在又自己单独行动，说话不算话。殿下，男爵太子敖越那边派人传信过来了，他们的使者已经进入了天启，要你今晚相见。哼，这只狐狸，看到如今天启城现在的样子，终于是按捺不住了。好，那今晚我便去见。他们在哪里？城南，流仙楼。怎么偏偏挑了个这么远的地方？哎，若依姑娘也在啊。千楼生气了，说你们最近总是偷偷跑出去，都不带他。哎，我跟萧瑟能去哪儿啊？我们就是看最近天启城太平静了，让他带我去有意思的地方转一转。哦，那你们去了什么好玩的地方？我们都去了，那个萧瑟一定是带你去了万花楼吧？那里可是非常有意思的。啊，对，就是万花楼。哎，那儿的花呀，特别香，特别美，特别温香暖玉。啊，对，温香暖玉。你个小憨货，这万花楼乃是天启城中最大的青楼。啊？哦，绝对没去过，我绝对没去过。我雷无节对天发誓，以雷家堡100年幸运发誓，我真没去过那个地方，我听都没听说过。怎么？去过就去过了呗，又不是第一次去了。这万花楼再好，比起美人庄，还是差了几分的。哎，天女蕊姐姐说的对，也不对，我真没去过那个地方，我说差了。行了，你们先出去吧，我有些话要单独跟他聊。好。我这，请坐吧。千金台之后，你说让我等一等，我在客栈里等了整整1个月，等来了琅琊军入城，也没有等到你下一步的计划。很快了。还要多久？就这几日吧，我随时会派人传消息给你。为何要等这么久？为了万无一失。况且我不希望蕊姑娘有危险。若是因为这件事让你负伤，那我便是对不起大师兄。若依姑娘，我真没去过那青楼，我连听都没听说过。我是跟萧瑟去了那碉楼小筑，喝了那儿的秋露白，还没有雪月城里的酒好喝呢。好了，雷无节，就你那脑子还逛青楼呢？我怕那些姑娘们把你当成白痴给你丢出去。别解释了，你就是扯了个谎。师姐，你说的太对了。好啊，你承认说谎了？那你们到底去哪了？不，怎么又是个套啊？今夜有个好去处，雷无节，你去不去？若依姑娘去我就去。那萧瑟呢？萧瑟他最近有些忙。现如今，他同他的父皇关系缓和了许多。近日宫中传来消息，传他进宫一同用膳，怕是去不了了吧？好啊，没他我也能玩得高高兴兴的。自从琅琊军走了之后，这天启城一下子安静了下来。尤其是当父皇烧了手书之后，我也轻松了很多。天启城的这场风要停了吗？似乎很多事情都已经结束了，可越是这样，我心中越是不安。对了，殿下，今日好像是花灯节。花灯节是近几年天启城新兴起的一个节日。每逢今日，
城南的烟雨街上就会挂满五光十色的彩灯，五颜六色，好看极了。殿下，今日您若是有空，一定要去看一看。好。老板，这个，还有这个，我都要，都给我包起来。姑娘，太多了吧？不多，这些我全部都要买回去。好嘞。然后回去找那个家伙报账，气死他了。选一选呀。若依姐。都包起来吧。啊！我说司空姑娘，你未免也太小看我了。你就算把这些都买下来，也气不着我。那整个摊子都包起来，送去雪落山庄。好，那就都包起来吧。好嘞。你是萧瑟吗？你是雷无姐假扮的吧？就问你，要还是不要？成霸道王爷了。开玩笑的，我呢，只要这个就当是我送你的了。夯号，据说这是天启的吉祥物，可保平安。你以后可要随身带着呀。好。不是说今夜你要去宫里了吗？一个晚宴而已，很快就结束了。哦，那你喜欢逛灯会吗？有时候喜欢，有时候又不太喜欢。又故弄玄虚了。你天天都说这天启城多么大，多么有趣，多么繁华，可自从来了天启以后，每天都拿着长枪打架。今夜还是我第一次来这天启城逛街呢。抱歉。以后啊，多带本小姐出来逛逛就是了。这天启城中还有什么好玩的呀？城郊有座无望山，那里风景很好。夜市有条雪兰街，那里好吃的东西很多。如果想喝酒的话，就去碉楼小。知道了。你明天就列一个单子给我，然后每天带我去一个地方吧。行，小的知道了。乖。哇，这天启城竟然还有这样一处雅致优美的长街啊！今日这花灯节，风流才子、潇洒剑客、绝代佳人，都是欢聚一堂呢。萧瑟就是一名风流才子，我就是潇洒剑客。若依姑娘和千洛师姐就是绝世佳人。说的没错，不愧是去过万花楼的人，连说话都变得好听了。若依姑娘，我错了，求你不要再这样说我了。刘姐，天启城的事情就快要结束了吧？应该吧。琅琊王案也已经平反了，萧瑟最想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，总不能一直待在天启城吧？那接下来你打算去哪里呢？是回雷家堡，还是去雪月城？我都不回，我要正儿八经的闯荡江湖一次。那书上说的好多地方我都没去过呢。就比如那100年前天下第一剑客施剑仙待过的九霄城，还有那剑仙独居一处的木梁城，西南道第一大城柴桑城，还有那天下第一书院钱塘十里郎当，我都要去一次。那带上我好不好？啊？以前我因为身体不好，所以不能出远门。在认识你们之前，我只在天启城和雪月城住过。现在我身体好了，便可以出去走走。其实我也有一个侠客梦呢，要不我去剑心种那儿求一柄剑，怎么样？好，
好呀。傻小子。千洛，你之前问过我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你问我，待这里的事解决之后，我会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先看烟花吧，有些事也不急着说。又故弄玄虚了。好美啊！雪月城里明远能看到烟花，可远不如天启城今夜所看见的。确实很美。如果这天启城每日都能如今夜一般，那该多好！这天启城本来就是这天下最美的城市，最烈的酒，最快的马，最美丽的女人和最风流的少年郎，在这里都能找到。流浪侠客能够看到自己的前程，落魄书生也能找到自己的仕途。但这里同时也是最坏的城市，光鲜亮丽的外表下都是阴谋诡计。不过萧瑟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若是个简单的人，看待这座城池，便是它最美的样子。”我怎么听着不像是他会说的话呀？你不知道吧？以前的萧瑟可是跟雷无杰很像。啊？我会跟这个傻子像？不过即使再好，这也只不过是一座城罢了。说得对，那再好也不过只是一座城罢了。咱们就快些把这城中事情了了，我还要回到那江湖去呢。回江湖做什么？那自然是修炼剑术，成为那剑仙。既然如此，咱们就去那九霄城，曾经的施剑仙的所居之地，如今北离唯一能被称作剑城的地方。九霄城。千洛妹妹，我们去放河灯吧。哎，我可以去吗？你可不能去，这是我们女孩子之间的秘密。我也去。走，走啦。雷无杰啊，我们该动身了。老板，来2盏河灯。好嘞，谢谢。千洛，这便是河灯。传说在上面写上自己喜欢人的名字，若你喜欢的人也放了河灯，那么2盏河灯便会相遇。哎，来，姑娘，写上自己心上人的名字吧。忘记告诉你了，我有谢绝你。啊！赤王已经离府了。是的，往城南去了。白小堂弟子很快就会动手，今晚就把这些事情都画上一个句号。听说天启城每年都有很多灯会可以看，不知连公子何时有空，可否带我也去逛逛？若是有幸，自然愿意。你可知带一个女子去看灯会是什么意思吗？你是不是也喜欢上我了？魏姑娘，我们还在执行任务，随时有可能有敌人出现，请你专注一点，不要开这种莫名其妙的玩笑。莫名其妙？玩笑？连公子啊，
你可知，在美人庄中有多少人想跟我开这个玩笑？真是不解风情。任务完成之后，你要回雪月城，我也要回美人庄了。下次再见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。你还满脑子想着任务。师尊交予的任务必须得完成。蕊姑娘，若是想来雪月城的话，唐莲自然会好好招待。雪月城的灯会或许比不上天启城的，但是雪月城的百花会，你一定会觉得很有趣。傻瓜啊！我是雪月城安排在外的探子，我若回雪月城，岂不是要暴露身份了？哦。当年三城主救我一命，我报答他入雪月城。我曾问过他，何时才能抛开现在的身份，光明正大的行走于天下间？他说什么？他说只要我遇见倾心之人，他以真心相待，与我结发为夫妻，我就可以恢复自由的身份了。莲公子说要带我逛雪月城，那么你……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刘贤，快到了吗？殿下，快到了。他们为了避人耳目，特别选择了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。敖玉那个家伙，行事向来乖张无度，没想到也有谨慎的时候。殿下，有人拦路。糟了，中计了！哼，还真的有人敢当街刺杀当朝王爷。应该是永安王那边的人，狮王殿下那边需要您快些过去解围，不然恐是有性命之忧。永安王，看来这一次是入了你的圈套。你故意引我出来，是想杀我？我大师兄因你而死，雷家堡主雷千虎因你而死，玄剑仙赵玉真也因你而死，所以你当死，我自然要杀你。就凭你一个人？我当然知道你不好对付，但我也不是一个人来的。沐雨，你居然和他联手！大家长，还请回头。我从未想过有一天要和你交手。当你做出那个决定的时候，就应该猜到，我们之间必然会有此一战。我们本来就是活在黑暗下的人，我以为你不会在意这些。你说过，此次形势虽为黑暗，但会带领我们走向光明。可我看到的，只是为了自己的权悦，将族人们一个个派去送死。也罢，那就……天武帝萧绎于乱世之中挥剑而起，建国北离，后国祚延绵200余年，至明德帝一朝，国力强盛，四方来拜。明德帝有一子，名萧楚河，排行第6，天纵奇才，本是太子的最佳人选。然4年之前，明德帝胞弟琅琊王涉嫌谋反，被判斩刑。萧楚河当庭为其争辩，触怒龙颜，被贬为庶人，
流放青州。太子之位悬而未决，朝中其余皇子争斗不断，使得朝局动荡，天下不安。而遭到流放的萧楚河却失了行踪，多年来下落不明。明德20年秋，寒水寺忘忧大师作画，以此为引，震动整个江湖的黄金棺材事件拉开序幕。老板，您看，咱这雪乐山庄开了都快5年了，现在这连客房都在漏风。您看，您要不要花些银子把这客栈给修整一下？这样还……你懂什么呀？我萧瑟的客栈，要的就是风雅2字。咱们雪落山庄，背靠青山，面朝历史。要是房间再多些颓败之感，那就更显风雅。这正是旅途中人所热衷的感觉。那是什么感觉？自然是在路上的感觉。在路上的感觉，那是什么感觉呀？等等，老板不会想把客栈给卖了吧？这大雪都下了好几个月了，一个客人也没有。马上连工钱都发不出来了，等这客栈一卖，咱哥俩没钱没地方，岂不是沦落街头？哎，来，你想太多了。就算咱这客栈白送给人家，人家都觉得破。这再说了，这老板的境界，岂能是我们这一介俗人所能懂的？你看，雪下这么大，咱们能看到的，就是一片白茫茫。这老板呀，他能看出来意境，这就叫做文人骚客。哦，哎，你看，准备吟诗了。生意不景气啊，要不还是把客栈卖了吧。来客人了。哎，这个人连棉袄都穿不起，看上去不像是有钱住店的样子。你看清楚，他穿的这身衣服红得很特别。这样的料子，除了天启城玉秀坊这样的大铺子，否则要进一批料，都得把整个店铺卖了才行。接客。好嘞。
这位客官打尖还是住店？就这儿了。这个家伙看上去就让人讨厌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不过看他的穿着打扮，定是江湖中大家族出门历练的子弟，一定很有钱。客官，您要点什么？这种客官最是爱摆阔，是时候大赚一笔了。一碗阳春面，一碗老糟烧。啊？怎么了？您还要不要点点别的？小店的梅花肉、桃花酿都是招牌。梅花肉啊，来一份梅花肉，定然是不行的。哎，不如你切一块在那阳春面当中吧。啊，一碗阳春面，一个老糟烧，6个铜板。哎，听说了吗？有人从寒水寺运来一件重宝，要去九龙门。哎，知道，江湖上的传遍了，据说谁能得到那重宝，就能号令天下。我怎么听说那重宝是一门绝世武功啊？明明是一个绝世美女。拉倒吧，寒水寺能出美女？那是老大说的。哎呀，几位客官里边坐。起开！又是一帮没礼貌又没油水的家伙。客官，客官，拿最好的酒、最贵的肉来。客官，您的面和老糟烧。哇，请慢用。哎，怎么？你。这几位客官，本店规矩，先收钱再上菜，所以各位到底是要几斤肉、几两酒，还是提前说好？你是谁啊？在下萧四谷，是这雪落山庄的老板。哼，我没钱。哦，但是你一定有钱。实不相瞒，本店已经1个月没开张了，现在连工钱都开不出。哼，我不管，就算你没钱，你身上这件裘皮大衣怎么也值110两银子。胡说！五花马，千金裘。我这身袍子，乃是天启城玉绣坊定制的，光做便做了3个月，运便运了1个月，110两。买我个袖子都可以。哼！我说你小子，到底听没听懂我说话？2两银子。什么2两银子？我说这桌子2两银子。你小子，老子今天是来打劫的，不是来打奸的。给我来上好的酒，上好的肉，再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，要不然我杀了你的人，烧了你的店。打劫啊！那我就不能不管了。你是谁？雷无杰。雷无杰？正是。雷无杰是谁啊？不知道啊。雷无杰谁啊？没听过。江湖中有这行人吗？我初涉江湖，你们自然不知道我的名字。不过，没关系，很快我的名字便会明哲。什么无名之辈，给我上！风刀挂镜，江南霹雳堂，雷门，雷家，雷无杰。给我剁了他！
这可是我的无方拳法。当然，我还有更厉害的东西。少年梦逐浪入城，壮心间和年轮，不怕未曾遇上根，闯荡才算人生。方寸间棱角激昂青春，才是我岁月风刃。天涯凌云尽所能，是你我并肩又一生。怎样？现在可知道我是谁了？还不快滚！快走！有道是大恩不言谢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这些都是应该的，不用太客气了。我还急着赶路，还望后会有期。大恩不言谢，拔刀相助。那当然，哎，要不是我，那帮大汉早就砸了你的店，搞不好你们连命都没了。这难道不是大恩？你看看我这店，跟被砸了有什么两样？100两。我没钱。那再怎么说，我也算救了你们的命。你这样也太……需要你来救。这功夫，100两。我真没钱。没钱？等，我马上就会有钱的。我要去一个地方，到了那地方便会有钱。什么地方？雪月城。雪月城？嗯。雪月城被尊为江湖第一城，其实是几大世家门派组成的联盟。江南霹雳堂就是其中之一。要想拿回该拿回的东西，雪月城也是我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。如果这个少年真的是去雪月城，那么以他的身份，从雪月城中拿出100两银子，自然不在话下。而且这个家伙似乎并不像在骗人，毕竟他怎么看，除了武功高强以外，简直就是一个傻子。可以，你去雪月城，我得跟你一起去。啊，完全没问题。还有啊，利息就算你500两吧。啊，500两。也是好多年没出去了。雪月城的几位城主，我们也该见面，聊一聊当年的事。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兄台好雅兴，这酒我们可以喝，但马车上的东西你可得留下。哦，你们可知道这辆马车里头装的是什么？哼，不外乎金银财宝。你们这样说，倒也未尝不可。少废话，乖乖的把东西交出来，不然的话，这大雪天的，你们跟了我一路，实在是过于辛苦。但是你们要的东西，注定是拿不到。我想，还是请你们喝了这杯酒，然后。前任，
派你们来的人，或许没有告诉你我究竟是谁。这趟镖，不是你们这种小角色能够动得了。你是蜀中唐门的人。撤！师尊这次托我运的是什么？这一路上竟引来这么多的高手。谁？雪月城唐莲。你知道我的名字？我们还会再见的。站住！真是个奇怪的人，白发玉剑，轻功卓越，怎么从未听师尊提起过江湖上还有这样的高手？雪也太大了，都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消的。还好我的马是千里挑一的神骏，不然咱们都得被这场雪给埋了。不，你这一路都在说你的马好，你是卖马的吗？少废话，进去生个火。装模作样。哎。刚刚有人生过火呀！哇！太好了，这下方便了。我还怕那柴火太湿，怎么都点不着呢。莫非只是两个寻常的赶路人？快点！刘无节，哎，你说带我去雪月城，可这一路上你已经走错2次方向了。你确定这次路是对的？其实我也是第1次去雪月城，不过我发誓，这次一定是对的。他姓雷。莫非来自江南霹雳堂雷家？可是雷无节这个名字，却从未听人说过。你属狗的吗？闻什么呢？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？什么味道？是花香，蔷薇之香。蔷薇？这个天气会有蔷薇啊？这是蔷薇露的味道。蔷薇露出大邑、占城、爪哇，并且只有天启城的百花阁才有的卖。这儿怎么会有？想不到在此荒郊之地，还能遇到能识风雅之人。我苦求百花阁主多日，他才卖给了我这1瓶，却一下就被你闻了出来。风高月冷，姑娘要进来坐坐吗？不必了。这是月期笑送帖，明侯怒杀人。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。什么对了？他们2人就是月姬和明侯，
杀手榜上位列第9。除了霸占杀手榜上前8席的暗河组织之外，绝对是江湖上最厉害的杀人王组合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他们送了我们帖子，岂不就是要杀我们呀？你兴奋个什么劲儿？其实帖子是送给里面另一位朋友的，只不过我们的规矩就是接了帖子的都得死，所以今夜2位的命就都一同留在这儿吧。我接过你们的帖子，但我却没有死。敢问这位兄台？唐莲，所以我们这不又赶来杀你了吗？唐莲，你是唐莲，雪月城首席大弟子唐莲。哎，那这样说起来，你就是我的大师兄了。我雷无杰，我是从江南霹雳堂雷家堡来的。我也是雪月城的，小心！明侯天生不爱说话，所以他最讨厌话多的人。好大一把刀啊！你受伤了，你中的百香散也没有完全解，不然刚才那一刀，下一刀你一定挡不住。这一刀我来挡，师兄为我挡了一刀，我也为师兄挡一刀。哦，小兄弟竟然也是雪月城的人，那杀了你也不算枉杀了。只是明侯的刀不轻一把，你先试试我的剑吧。树衣剑，他们2人的兵器倒是绝配。树衣剑、金具刀，能一晚上见识到这2样兵器的人不多。小兄弟，你可看好了。素闻江南霹雳堂雷家火器天下第一，却没想到小兄弟的内力也如此惊人，竟能赤手握住我的树衣剑。哼，你的剑我见过了，可我的拳你还没见过呢。是雷门的无方拳，拳未到气先到，这小子有一手。月影剑、防影术，都是绝等的杀人之术。再绝等的杀人之术，没有杀掉该杀的人，
也是没有用的。我输了，刚才那局是你胜了。小兄弟说笑了，我们杀手没有输赢，只有生死。想不到初入江湖就能遇到这样的对手，是我雷无杰的幸运。这是雷家宝的火灼之术，怪不得他的头发会发红。月姬，我们走。喂，你怎么说走就走啊？占尽上风，为何要离开？什么人的刀你都敢接，你有几条命够你这么玩的？你不是也会功夫吗？你怎么不去打呀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会武功了？不是，你在那客栈，你一挥手，门窗都齐刷刷的关上了。傻子，这世上除了武功，还有一种技术叫激光，需要你来救。这也行。这位大哥，你在后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？刚才有人偷偷溜进去了。我想那明侯月姬也只是不想被人渔翁得利罢了。啊！哇！走吧。怎么了？咱们不是要找雪月城吗？如今雪月城大弟子就在眼前，不跟着他，跟着你像话？对啊。哎！上不得台面的家伙，只敢做些偷鸡摸狗之事。唐莲，你给我说清楚了，谁是上不得台面的家伙？报告大师兄。千洛，三师尊知道你来吗？你不会又是偷跑出来？谁说的？我就是出来游历江湖，恰好路经此地。这是什么情况？看来还是偷跑出来的。我现在有任务脱不开身，只好传书给三师尊，让他把你领回去。唐莲，你敢？哎呦，大师兄！跟你玩了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唐莲，你给我等着！刚才那位是司空千洛，姓司空，莫不是枪仙司空长风之女？正是我三师尊的女儿，雪月城的大小姐。哦。那还真是让人出乎意料。千洛这次是真的是有些过分了。你想做什么？听声音准没错，纯金的。纯金的？纯金的又如何？值大钱了。掐！掐！素未谋面，你就这么相信我？我不是相信你，
我只相信他。这一点我倒是认同你的判断，毕竟这家伙除了武功好，就没有脑子。骗人这种事，他确实干不出来。那你呢？我把我最好的2匹夜北马拿来给你拉货，你还不信我？师兄，别理他，他就是个马贩子。这一路上除了听他夸他马好以外，就没听过他说别的话。雷兄弟，你暂时没有拜入师门，师兄这2字，我想你可以不用叫得这么着急。哎，好的，师兄。所以你真的不知道这棺材里装的是什么？师尊并没有告诉我，他只是让我把它运到碧罗城的九龙门。另外，和我说了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千万不要试图打开这具棺材。掐！掐！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对这棺材更感兴趣了。千万不要对它感兴趣。我这一路上遇了10几波杀手，那么多人对里面的东西感兴趣。拥有它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，所以你这一身的伤是那些杀手？只是月姬和冥侯，其他的不过是一些……其实关于这黄金棺材的传闻，我倒是听过一些。你都知道些什么？别这样看着我呀！这种传闻已经在江湖上传开了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大致就是。有人从寒水寺运送黄金棺材去边境，棺材里装着的是数不尽的财富，还有足以称霸江湖的武功秘籍。你相信？原本我不信，直到我后来发现，运送这黄金棺材的竟然是雪月城大弟子唐莲。那又如何？其实像这种传闻能传遍江湖啊，自然是有人背后推波助澜。不过像冥侯、月姬这样的杀手，显然是做不到的。相信你也听说了，几个月前寒水寺忘忧大师的事情。我猜这棺材内8成就是忘忧大师的尸首。只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得到它？你究竟是谁？我只是一个消息比较灵通的客栈老板，所以我们到底要去哪儿？直奔九龙门吗？3顾城，美人庄。美人3顾：1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，3顾倾我心。3顾城是前往碧罗城的必经之地，每年都会有大批的商人经过这里，其中不乏1掷千金的豪客。而美人庄则是城内最大的销情铺，这里不仅是温柔乡，还是北离境内数1数2的赌场。可惜啊，雷无绝那小子还守着马车，不然真该带他来这儿见见世面。美人庄是这3顾城里最大的青楼，能来这里的都是豪客中的豪客。他们的赌局太大，没办法用普通的金钱计算，所以这里的赌局都是用这种成筐的明珠。既然来都来了，不如我们也去赌一局。哈，我可没有钱。怎么没有？咱们可是有一口纯金打造的棺材。闭嘴！我警告你，别打这个主意。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寻找接头人的，必须丝毫不引人注意。是秦明蕊。
是莲吗？你不是说不能引起别人注意吗？可是现在你看看，整个美人庄，所有人都盯着我们呢。蕊，莲，距离你上一次来，已经过了16个月07天了。你就这么不挂念人家吗？你们一个叫蕊，一个叫莲，听起来还真像是一对老相好。真是个好看的少年郎。刚刚听公子说想要赌一局，美人庄今夜有一场千载难逢的赌局，要不要一起玩玩？我可没有钱。不，你一定很有钱。姑娘为何如此确信？寻常人看到如此庞大的赌场，早就瞪大了双眼；看到我这样的美人，早已迷了心神。但你却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，仿佛这样倾城的财富、倾国的美人，在你眼里都是稀松平常的。你说，你是不是很有钱？蕊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你的接头人至今也没来，但东西已经准备好了。你要小心，这几天不断有顶级的杀手为了那件东西涌入三谷城，他们中有很多人不好对付。公子还想赌吗？我有一座山庄，名叫雪落，大概值10匣这样的珠子，不知姑娘可愿先借我一匹？好说。今日的美人庄被这位公子包下了，想赌的留下，不赌的就请先回吧。天女说笑了吧？区区2匣明珠就能包下美人庄？这位公子看上去有些面生，怕是不懂这里的规矩。天女怎么也糊涂了呢？糊涂？在家做错何事？好了，我也就是吓吓你。至于为什么吓你，我只是想让在场的人知道，这位公子的赌局不单是金钱局。莫非是生死局？没错。这生死局是什么意思？光听名字就知道了。输的人不光要留下钱财，还要留下性命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这么赌了？哼，这个小丫头，我知道你想要帮你的小情郎，但是你也要知道，仅凭这三顾城美人庄，镇不住这个场。是你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唐莲。